大家好，我是坤。今天我们终于要来讲灵界神通了。那大家飞升后呢，技能的选择变多了，在搭配上一定有苦恼过怎么样才能搭配一套最优的技能？那这边要跟大家说的是呢，从人界到灵界的技能过渡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慢慢调整的，不是说到了灵界改成一套什么技能就好了这需要一个过程。那今天就来分享给大家体修和法修飞升后破虚反虚的技能搭配如何从过渡到成型，以及技能的释放顺序。那话不多说 ，Let's begin。好，首先我们来讲体修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体修人界的成型搭配。那看过人界神通那集影片的同学呢，都知道论剑以及爬塔呢，人界我们通常选择4技能加2盾的组合也就是剑阵、寒霜、天罡指、焚心斩，然后法修的真元护体以及塔风咒。那在镇魔深渊或者世界 BOSS 那种纯输出的环境呢，你就下盾，然后换上6个纯输出的技能。那这些都没问题。好，那到了灵界之后呢，体修的同学一定也多少有听说过，我们需要一次洗点，然后换出人界左侧这个终极技能封魔困龙手那是不是说你一到灵界就可以做这个事呢？不是的，因为这个技能需要的玄晶石是巨量的，这边推荐玄晶石的储量至少达到18万以上，我甚至推荐到19万才去做这个洗点。我宗门有同学在玄晶石不够的时候没忍住洗点了然后硬点出困龙手，结果呢就是困龙手也升不上去然后灵界的神通也点不起来，整体实际战斗呢是变弱的，好吗？所以在玄晶石足够之前呢，我们在人界仍然沿用右边剑阵的这一条技能，同时开始学习灵界的神通慢慢替换人界较为弱势的一些技能。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讲技能的过渡方式大家看灵界神通这里，之前给大家讲那个法则和灵界神通学习顺序的时候互文性有点强必星的同学看我之前那篇有提到过，体修第一本要学习的天地是修罗斩所需要的天罡法则。我们会在开局呢先跳过大明王掌需要的雷电法则，以最快的速度呢将3修罗解锁并且升级，去慢慢替换人界除剑阵以外的技能那一开始呢，我们会先学习到这个大明王掌并且我们可以点到49级，资源也是相对便宜的然后推荐呢49就够了，然后可以提前呢去将焚心斩给替换下来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学习普通的修罗斩在修罗斩等级上去之后呢，我们可以替换掉寒霜剑气。为什么呢？因为到了灵界之后基本上论剑环境因为这个仙风道骨的存在呢，人界的控制技就会失去效用。当然你爬塔的时候呢，还是建议带上这个剑气作为一个辅助的控制技。但是论剑环境呢我们人界60级沿袭加5的天罡指在境界衰减的情况下呢，仍然有接近600%的伤害所以还可以再撑一撑，好吗？好，然后当天罡法则3重之后呢，可以学习修罗斩木就是灵界的寒霜，我们可以替换掉大明王掌，因为在49级呢，它的趴数仍然不如天罡指。最后当你天罡法则到6重我们可以学习修罗斩水就可以替换掉天罡指，并且呢把天罡指的沿袭给重置，然后优先的去给你的这个修罗斩木和修罗斩水然后呢是尽量推荐大家沿袭每一个到加5之后再去升级下一个。好，那这个阶段呢，你在论剑的搭配就会变成剑阵加3修罗的组合。PVE 的纯输出环境呢，你就挑你攻击趴数最高的6个神通就可以了。好，那这差不多是一个过渡到中期你的技能搭配。接下来你要做的是呢就是慢慢的升级你的这些主技能并且囤玄晶石。当你重置看到可能接近19万了那证明你可以开始洗点，往后期成型的搭配去过渡现在我们来讲讲成型的过程。好，那在洗点之后，所有技能重置了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呢，是将封魔困龙手升级到89级。我们主要是要这个80级解锁的免疫效果3秒啥都不吃。好，那大天造化掌呢，我们就放着，这个阶段没法去碰它有降龙加沉默也是个不错的技能，但是它也很贵很贵，好吗？400一本，困龙呢是450。那我们知道学习困龙手呢法修的这个3昧真火需要点到65级以上，那你就先按照顺序法修左边一路点下来，点到这个样子，好吗？好，那在困龙手保证89之后呢，你再去灵界神通，将你之前洗掉的3个修罗斩重新补上来，
可以平均升啊，可以先升到69，然后花几天的时间啊，将它们慢慢补到79，看你当时的玄晶石的储量啊，这样你的攻击技能呢就算成型了。那重新学习盾呢，这边给大家提供2种情况啊。首先我有提到说体修的天地法则，在天罡6重之后呢，开始学习法修的天机法则啊，至6重，为的是这个玉龙树水啊，这也是一个很强力的盾，彗星净化法防啊。但是呢，一般无氪小氪啊，囤天地真言的这个速度是挺慢的。那这边建议，如果你天地真言的储量、学习3修罗都够呛的，在你洗点之后，先不要去碰临界的盾啊，你就先学习这个真元护体和塌风咒带人界的2个盾。如果你是科长呢，那在洗点的时候已经同时满足天罡和天机6重啊，或者接近满足呢，你可以暂时省下一路学习到塌风咒的这个玄晶石啊，先开始使用玉龙树和玉龙树水。我个人认为呢，啊，对体修来说，玉龙树啊甚至不如这个真元护体。但是呢，无论是体修还是法修啊，最终成型的2个盾一定是这个玉龙树水和塌风咒啊。那这边无非2种情况，无氪小氪没有真言啊，先点出塌风，然后慢慢升天机法则啊，最后用玉龙树水替换真元护体。那科长呢，你就先点这个玉龙树水，然后慢慢的囤你的玄晶石啊，再一路点到塌风，补塌风的等级。好，那最终成型的搭配呢啊，就是99级的风魔困龙手，这个之后慢慢补，然后3修罗啊79啊，以及2个高等级的盾。那 PVE 输出环境呢，你就下盾上6个帕数最高的攻击技能。那研习呢，我是推荐优先把困龙手5级，然后是修罗斩水5级，然后呢是不对，修罗斩水在这，它是这个3修罗里面帕数最高的。然后再是修罗斩木，然后呢，双盾的研习你可以先加1啊，然后你可以保证这个修罗斩也加到5，我现在还没有加到5啊。那在你的攻击技能全部满足加5之后呢，你就去补你的这个盾的研习，好吗？那这就是在你后期学习到这个诛仙魔像之前都会一直使用的成型搭配，好吗？那现在我们来讲一讲技能的释放顺序。好，技能的释放顺序呢，我是这样放的因为我飞升后为了下一个境界的突破单呢，我一直在刷那个斩龙窟，所以我的链子很多。那我是这样的一个搭配，上来为了秒宠物呢，我放了一个主动古堡啊，主动古堡跟修罗斩呢攻击距离是很长的，但困龙手你需要跑近才能放出来，所以我选择呢远远的用主动古堡和本命的技能秒宠物，然后保证我的困龙手啊可以打在对方身上，免疫和减闪避。然后3修罗呢，我是水木普通啊这样的一个顺序，首先自身增伤，然后控制，再是加彗星。然后呢，这个修罗斩水它是只加你自身的这个神通的伤害啊，所以后面包括你的法宝、主动古堡都是吃不到这个加成的，所以你放在大概这个地方想增伤的话啊，那就很不科学，好吗？好，那我们继续说，这个释放顺序呢？我是在每一个主动古堡之前插了一个链子。那如果你是用硬或者中呢你就先主动古堡，然后再是你的法宝，好吗？那其实技能释放顺序呢没有一个所谓最优解，也是要看对方的顺序啊。比如我赌我的困龙手释放的3秒内对方使用控制技能和这各种那个 debuff， 那我就赚到了，对吗？但比如对方的控制技放在这个地方那我还是会吃到控制那就血亏了。但是一般呢我猜大家上来都会各种给你吃 debuff然后再是各种狠料，所以我选择将免疫提前一些。然后如果你对主动古堡你的主动古堡秒不掉对方的话那你的困龙手打在对方宠物身上，那又血亏，那不如你再加个链子到前面去，对吗？所以顺序这个东西呢，还是建议大家多跟接近战力的道友切磋实验去选择最适合你的那个顺序，不能盲目看攻略说怎么排就怎么排，好吗？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讲法修的神通了。好，法修我们同样来复习一下法修人界的成型搭配。当时推荐给大家的是明目诀，然后定身符三昧真火、风雪之术真元护体以及塌风咒。那纯 PVE 输出环境是6输出。那我个人认为呢，法修是不需要洗点的只需要慢慢延展，
做你的技能补强啊，所以会简单一些啊。首先呢，当你飞升后，无论你人界技能学习到什么程度，按不同的刻度和进度啊，无课小课可能在学习这个进化了，那飞升快的同学可能还没有。那到了灵界呢，你都第一优先去升级五雷先觉啊，至59级以上，甚至可以到69级，你就可以去替换掉这个定身符啊。一样的道理啊，因为仙风道骨这个技能的存在呢，人界的控制技在论剑就被淘汰了。那在法则和灵界神通学习顺序的影片中呢，有推荐大家啊，法修先学习狂风法则至3重，你就可以点出五雷先觉经了，也就是灵界的定身符啊，并且将其慢慢升至79级以上，这边推荐啊。那在升级到这个中间的过程中呢，你就可以去替换这个名目诀了。在狂风法则3重之后呢，也推荐大家不着急升6重啊，因为五雷木这个群伤技能，我认为在最后成型的搭配中呢会比较鸡肋啊，并且在这个阶段呢，你的中期搭配也差不多完成了啊，也就是五雷金、三昧真火、风雪和双盾的一个搭配。那在这个阶段完成后呢，你就继续去囤天地真言，开始升级你的天机法则，直至6重，解锁玉龙树水。那在升级天机法则的过程中呢，你就可以慢慢朝着人界的镜花水月啊，对应体修的困龙手的这个终极技能去发展了。首先踏风咒达到80级呢，啊，你要开始升级体修，左边的这一栏，把凡圣魔像啊达到65级以上，你再点出那个在这儿镜花水月啊，这边推荐呢啊直接升到89级以上，好吗？那80级解锁这个定身术，也就是说法修就开始拥有2个控制技能了。好，那在进化89呢，如果你的天机法则升至6重了，你就可以点出玉龙树水去替换掉你的真元护体。这边建议也是那个将玉龙树水升至79级上升89级。当玉龙树水也成型之后呢，再集中资源将镜花升至99级，那你最终在反虚阶段的搭配就完成了啊，也就是五雷啊69以上，然后五雷金79以上，风雪89以上啊，镜花89以上，大风89以上，玉龙树水89以上。好，那纯 PVE 输出的环境呢，我也建议是6输出这样子。那研习呢，推荐镜花先加5，然后风雪加5，然后是五雷金加5啊，然后满足后呢，我会优先的给踏风一些研习。踏风的研习是带免疫的，还是很香的。然后玉龙树水呢，先点1级，之后再慢慢补强。那五雷呢，个人认为还好。如果课长研习多的话呢，也可以将五雷啊升至+5的一个研习。那在你后期开始使用禄神咒的时候呢，再把五雷给重置就好了。好，那这个就是法修的一个最终成型的搭配。那我们现在来讲法修的释放顺序。好，法修的顺序啊，首先呢，法修在灵界仍然保持着群攻并且手长的优势啊，所以我们建议起手呢使用五雷先觉啊灼烧，然后是风雪之术啊，它也是群攻啊，80级这个诅咒让人上不了 buff 啊，也挺烦的。然后是镜花，定身1秒的过程中呢，我们再释放这个五雷先觉经，再定3秒啊，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连续4秒的一个控制，好吗？然后在控住之后呢，你就可以打出你的3个主动古堡，然后最后再是你的法宝。那也是一样，仪的使用呢，我推荐法修在灵界身上可以带4个攻击古堡加2个仪左右，因为同期体修的修罗斩呢爆发是很高的，光是双盾呢可能很容易就破盾了。那释放顺序包括仪的搭配选择呢，还是一样的，建议大家多跟接近战力的道友切磋实验，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个顺序啊，这边这个可以已经作为一个参考，好吗？好，那今天就是给大家分享的灵界神通不同阶段的搭配、学习顺序和释放顺序的参考了。神通还是一个很有多样性的系统啊，我的分享呢也肯定会有不够完善的地方。那大家一起玩游戏，也希望大家把我这当做一个交流的平台吧，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起交流更优的解法，好吗？如果你对今天的分享有什么不认同的地方呢，也欢迎留言给我，帮助我进步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欢迎你为我点个订阅，我很想要你们的陪伴
啊。如果你对游戏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留言给我，我一定尽我所能为你答疑解惑，好吗？那今天差不多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